曲丹丹分享给杨子：你自信过剩，不想当艺人，找个合适的班级比较好。旋律丹丹曾对杨子说：我觉得你不够可爱，还是别当艺人了，你是个不错的替补，做点不一样的。摄影师一有孩子，曲丹丹就和杨子分享：你很有底气，以后别当艺人了，找个常规班，对你更好。事实上，曲丹丹只对着杨子，也对着黄晓明。在中餐馆中，黄晓明问杨子：你是怎么进电影基金会的？面对黄晓明的审视，杨子眼中异想天开，不自信地说：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进来的。杨子曾明确表示，好久没录电影了。青春期家有儿女虽然格外出圈，但作为一个天真烂漫的无辜者，无疑新人代表的时间已经不长了，也没有老大要用你。大约在那时，当杨子被电影学院录取时，旋律丹丹是第一个被告知的人。曲丹丹还说：恭喜，我说你当时不漂亮，现在你真可爱，妈妈养你。曲丹丹不经意的话一度让杨子误会了很久，他需要努力去证实自己。听到曲丹丹代言的那一刻，倾盆大雨终于过去了。在别人都在拍青春校园偶像剧的时候，杨子有意愿去代替决战长沙，但他却在19岁的时候就以妻子的身份去了老小姐，这足以说明他考虑过自己的年龄了。在别人都不愿意出演向幸福致敬中秋迎一角的时候，杨子得到了这份工作，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他想和那个坏人对峙，而不是放弃这份工作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，杨子终于得到了赏识，在《亲爱的，珍惜》中再次被人熟知，也有表示只要他帮助杨子，他就会成为一个有名的艺人。由此产生的胜利变得智能化，并成为交通的霸主。杨子主演的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也火遍东南亚，成为近期仙侠剧的掌门人。02背叛来了，最接地气的信息重定向，看肖战绝技。想知道作品是否出名？升职季的反应最为明确，连续3天，鱼骨摇动人的造型似乎始终如一。很明显，知名度和流量已由展示账户指定，而且还有一个动作，那就是误导。流量可以用现金购买，但误导只是由心和现金决定的。谁能想到，一个小小的创作团队竟然模仿了超话的演绎？与孤谣中的妖，就是远方的妖，远距离相见的妖。Level 3金超超过186万粉丝，在电视剧超话中排名第1。为超话改谣，超话的等级、排名、粉丝量都存在着巨大的漏洞。粗心的网友可能会去一些不可接受的地方。为了重定向与古药的信息，一些网友使出浑身解数。无数虚假的文章和负面新闻，诋毁群体，迷惑高反差，力所能及。小心的想法，找对板块就好了。取消仿冒超话，擦亮眼睛，做好准备。最终，无论作品是否广为人知，都要看人群。人群中的口头交流是真正能量的缩影。开播前，玉骨遥的预约量已超过440万，播放量已过亿。这个层次，有些电视剧其实是达不到的。总的来说，电视剧的典型传播需求是国产传播很好，然后被国外收购。尽管如此，玉骨遥却截然不同。它是在中国传播之前被陌生国家购买的。这个多少钱？众人有多少期待，神灵就有多少审视。开播前会不会被国外买单，成为量化的模式之一。不管一部电视剧是否有名气，小心都会做事。玉骨遥的伟大地位不仅限于这些。于6月交付，8月传输量突破1亿，2个多月后传输量将再增加1亿。舞台对这种模式下节目的成功电信感到疯狂。面对本该在网络上一贯传播的玉骨遥，小新忍不住要说一句：不行。播送什么？烦。玉骨遥想必小新心里已经疯了。我最近一直在做的任何事情都无法让我振作起来，所以我整理了一下，结果发现5种成分害羞了兔子。玉骨遥，你该来了。03猫玉夫妻李现李亦菲剧集甜甜蜜蜜 CP 互怼。显然，没有人能反对精灵姐姐的性格魅力。
凡是和小仙女合作过的艺人，都会为小仙女的演技点赞。他看中了刘亦菲的长相。每一个和小妖精合作过的艺人都是一个没用的存在，这个规定对李现来说不是特例，甚至在他们俩没有合作之前，在晚会上贤姐有趣地认识刘亦菲的时候，他就在那个时候深刻被精灵姐姐的华丽惊呆了。李现一出场，就发现刘亦菲不自觉地坐在了自己的身边，贤姐的模样顿时变得萌萌哒。她兴高采烈地坐下，用愉快的姿态迎接前辈。随后两人又合作了电视剧《到风口浪尖》，真正展现了他们的 CP 感。片场，刘亦菲一向不乱洗天然产品，贤姐也在一旁偷偷看刘亦菲。刘亦菲也不甘示弱，泼水报复李现。两人正闹着玩，刘亦菲拿了一根黄瓜当武器，当着李现的面用力砍断了。然而还没等贤哥回过神来，刘亦菲的2号武器大西瓜就出现在了舞台上，正要朝贤哥扔过去，吓得贤哥竟然直立着不让，甚至玩移动的可能性。刘亦菲还问队长：“你拿西瓜打人，西瓜会不会坏掉？”李现毫无防备地说道：“西瓜会坏，我也会。”拍另一场戏的时候，刘亦菲时常想起李现在天台受伤的事，李现能得到女神的眷顾，分外高兴。于是我跟刘亦菲说，让我撩起你的长发，然后弯下腰，做了一个有趣的翻丝动作，引得刘亦菲直呼太迷人了。负责人还突然说，没想到李现无论如何也有机会做这样的活动。不得不说，贤姐和刘亦菲的合作真的是给全场带来了视觉冲击。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一种不顾他人生死的俊美与威严，而贤姐为人的惊人之处远不止于此。和刘亦菲一起包厢的时候，明明是最清晰的一幕，却被刻画得很温馨。两人在剧中主动肯定了恋情，恩爱有加。首长安排刘亦菲贴箱子，然后安排贤姐去观众面前逗逗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贤师兄不是上来沾暗，而是把理由说得头头是道。甜蜜的一吻，首领是一群人却分不清是什么，照顾他的狗粮棒棒哒。还有一次在录制的时候，刘亦菲因为对猫科动物的崇拜，被影院里的猫给吸引了，她及时小心翼翼地对付这些猫。老实说，兄弟姐妹也非常喜欢猫科动物。和刘亦菲一样，现在的师兄在片中也比较喜欢撩猫，经常不假思索地撩猫老板。你怎么看？